一名男子驾驶卡车径直冲进人头攒动的步行街，接连撞倒多名路人后，车停了下来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司机及时刹车，而是这辆卡车撞到出租车后再也无法行驶。本该下车救人的司机却拿着刀挥砍路人，最终酿成7死10伤的悲剧。其中最小的受害者才19岁，最大的74岁，全是无辜的路人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要对素不相识的人痛下杀手？这场蓄谋已久的屠杀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疯狂？我们就把这桩震惊日本的秋叶原惨案一次性扒透。先说说案发地，秋叶原，它不是日本的一座城市，而是东京千代田区的一处商圈。从上世纪50、60年代开始，这里就成了电器和电子产品的聚集地，到后来慢慢变成了日本御宅族的天堂，动漫、游戏、女仆咖啡店应有尽有。更关键的是，每周日下午1点到6点，秋叶原一条几百米长的主干道会被封锁，禁止车辆进入，变成行人可以自由穿梭的步行者天国。这也是这里人流量最大、最热闹的时候。而这场悲剧就发生在2008年6月8日，这个本该热闹非凡的周日。中午12点半，步行者天国已经人山人海。就在大家沉浸在周末的惬意中时，恐怖突然降临。一辆2吨重的白色厢式货车以40公里的时速径直冲向人群，5名路人躲闪不及，当场被撞倒在地。货车随后撞上一辆出租车，才被迫停下。周围的行人还以为是普通交通事故，或驻足观看，或准备救人。就在被撞的出租车司机下车救人的时候，货车驾驶位的车门打开，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走了下来。他穿着米色西装，戴着眼镜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手里却攥着一把长刀，来到出租车司机的身边就给了他一下。出租车司机应声倒地，人们疯狂地大叫着四散而逃，但现场相当混乱。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行凶者是谁的，所以行凶的人也跟着人群散开，一边走一边砍。短短2分钟，就有12名路人被刺伤，加上之前被车撞倒的5人，一共17人受伤。案发5分钟后，管辖秋叶原的万事桥警局警员赶到现场，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这名男子。警员举起手枪，警告他放下武器，面对真理。对峙片刻后，男子怂了，放下刀具投降，随后被警员押回警局。最终统计，这场屠杀共造成7人死亡，3人被货车直接撞死，4人被刀刺后失血过多身亡。死者中6名男性，1名女性，全是毫无防备的无辜路人。这起案件也成为了日本30多年来最严重的无差别杀人事件。说到这起案件的案发经过就说完了。其实没什么复杂的，但是大家肯定会好奇，这个恶魔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，而我们又能从这起案件里得到什么教训？这才是重点。先说这个恶魔，他叫加藤智大，案发时25岁，是一名汽车制造厂的工人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他的回答让人脊背发凉。我在现实和网上都很孤独，对生活没信心。我就是想做一件轰动的事，让所有人都记住我。我要报复社会，杀谁都可以。一句杀谁都可以，暴露了他的冷漠与疯狂。可这份疯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压抑了整整25年的结果。加藤智大于1982年9月出生在青森县五所川原市。父亲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他还有一个弟弟。而他悲剧的根源就是母亲极端严苛的虎式教育。从小，加藤就没有自由可言，玩耍时间被严格限制，所有精力都要放在学习上。母亲不允许他和成绩差的同学来往，同学上门找他玩，都会被母亲无情拒绝。放学必须第一时间回家，晚一点就会遭到责骂。功课稍有错误，就会被要求重写，甚至打骂。加藤母亲平时非常严厉，一家4口人在餐桌上吃饭时通常保持沉默，没有人会说话。有一次在吃饭时，母亲突然对加藤大发雷霆，她把一张报纸铺在玄关处，然后把饭菜倒在上面，让加藤去那里吃饭。加藤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，一边哭泣着，一边把饭菜吃完。小学、中学时期，加藤的成绩确实优异，但这背后是无尽的压抑和控制。他曾试着反抗，带着弟弟离家出走，徒步前往了3公里外的叔叔家，以此来抗议母亲的行为，却始终换不来母亲的改变。1998年，在加藤15岁那年，
他考入青森县立青森高中，也就是他母亲的母校。母亲对他的要求更加严苛了，不允许他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，更禁止他和女同学交往，一心想让他考上北海道大学。可正值叛逆期的加藤早已受够了这种压抑的生活，成绩一落千丈，还偷偷加入了网球俱乐部，交了女友。这件事被母亲发现后，女友被强行拆散，加藤的心理彻底扭曲，开始出现暴力倾向，在教室里扔椅子制造骚动，拿着刀在街上乱逛。同学见此，谁也不敢再搭理他，他便越发的孤独，在家开始和母亲顶撞，不再执行母亲的各种规定，甚至每次在和母亲吵架后，用刀在卧室墙上挖洞。3年时间，洞的直径达到了半米。高中毕业，加藤没能考上北海道大学，只上了一所汽车短期大学。毕业后没拿到任何资质，找工作屡屡碰壁。之后几年，他换了好几份工作，安保公司、汽车制造厂、零部件厂、运输公司，每一份都干不长久。要么是因为他自视甚高，抱怨同事，要么是因为性格内向，缺乏社交能力，最终都是平凡旷工，被公司辞退。现实中没有朋友，加藤就沉迷于网络，在论坛上疯狂发帖，吐槽生活，发泄不满，说自己毕业8年，人生全是失败，朋友为零，连垃圾都比自己有用。一开始还有人留言安慰，后来因为他发帖太多，内容负能量太重，慢慢就没人搭理他，甚至有人出言谩骂。这个大家应该都深有体会。如果有人在朋友圈抱怨生活，1次2次大家还会同情一下，次数多了只会让人屏蔽，是个人都不会想得到这样的负能量的。之后他曾2次萌生自杀的念头，被母亲、朋友甚至警员劝阻，可内心的空洞和抑郁从来没有得到缓解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加藤所在的工厂开始裁员，他担心自己被辞退，加上不久后在工厂更衣室丢了工作服，怀疑是同事故意刁难，积蓄已久的怒火彻底爆发了。他下定决心要干一件惊天大事，让所有人都记住他。案发前3天，他花35万日元买了6把刀具。案发前1天，他变卖电脑凑钱，以搬家为由租了货车，还去秋叶原踩点。案发当天，他在论坛上全程直播自己的行动，从出发去秋叶原到准备杀人，每一条都透着疯狂。例如，在变卖电脑并租车的当晚，他在论坛写道：“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兴奋，但我却意外的冷静。我很惊讶。实行计划的当天，还在直播这场虐杀。上午5点21分，我要在秋叶原杀人，用汽车撞人，车不能用后又用刀杀。再见了大家。6点03分，曾经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，交不到朋友。6点10分预定走的路线封锁了，果然什么都妨碍我。6点31分，到时间了，出发吧。7点30分，这破雨，难得我准备了这么完美。7点47分，算了吧，哪怕规模小点，雨天照样执行。9点48分抵达神奈川休息，目前还算顺利。10点53分，该死的塞车，能不能在预定时间到达？11点45分抵达秋叶原，今天是步行者天国之日吧？12点10分，到时间了，可这些帖子鲜有人关注。中午12点30分，加藤驾驶货车冲进了秋叶原步行者天国，酿成了这场震惊日本的悲剧。案发后，加藤声称自己有精神病，要求做精神鉴定，可鉴定结果显示他精神正常，有完全的分辨是非能力。这场屠杀是他精心策划的阴谋。2010年，东京地方法院判处加藤直大死刑，他2次上诉，最终在2015年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，维持死刑判决。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后，加藤直大于2022年7月26日，根据日本法务大臣古川真久的命令被执行死刑。这也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任期间执行的第2例死刑案。这个背负7条人命的恶魔，最终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代价。而这场悲剧也让加藤的家庭彻底破碎，母亲精神崩溃，住进医院；父亲隐居避世，再也不探望他，不关注这起案件。他的弟弟被贴上杀人犯弟弟的标签，丢了工作，被女友分手，最终在2014年上吊自杀。遗书上写着，他和哥哥都是母亲的复制品，
一辈子活在母亲的控制和阴影里，但请不要把她和杀人犯联系起来。有人说加藤的童年很可怜，是极端教育的牺牲品，但我想说，再不幸的童年也不是滥杀无辜的理由。他的疯狂是母亲的控制造成的，更是他自己逃避现实，选择用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结果。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，7条无辜的生命，多个破碎的家庭，背后是半生的压抑与疯狂。这个案子不仅震惊了日本，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极端的教育只会养出扭曲的心灵，而任由负面情绪吞噬自己，最终只会走上不归路。若我们有了负面情绪该怎么办？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好的发泄途径，能把这些情绪彻底释放掉，那再好不过。可要是没处宣泄，心里堵得慌，春叔给大家推荐一本书《佛系：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》，有空可以去读读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僧人草剃龙顺，他原本是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，后来选择出家，被称为东大名僧，在日本人气很高。书里的内容特别接地气，基本把现代人的各种烦恼都说到了，对缓解焦虑、减少内耗特别有用。要是大家想看我们把这本书拆开来慢慢讲解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还请点赞关注，谢谢。